你好，这儿是静姐说话。今天咱们说什么呢？说高芽儿，因为发现了特别奇特的高芽儿。既然说到了高芽儿，顺便说说在家育苗。好，卖了半天关子，咱们先来看看这个高芽儿怎么奇特了。请屏住呼吸，仔细看那些老花梗。发现了吗？这儿居然有根儿，而且根儿还不止一个。我也是那天猛然发现，哎，花梗上怎么出根儿了呢？才仔细一看，根儿上连着一个叶子都没有分开的小苗。我叫它小苗，是因为它的根儿都已经这么长了，那肯定是个苗了。这个小苗小到这个程度，要是放在其他蝴蝶兰那儿，根本都算不上是苗，顶多说，哎，好像这个休眠芽在发育了。到底是苗呢，还是花芽呢？可能还在疑惑着呢。而它的苗却以伸出一条小根儿的方式，明确地告诉你：“哎，我就是一个苗。”而且还很有个性，就不按往常我们所说的高芽通常是出3片叶子之后才会长根儿，它就是要叶子跟根儿差不多时间长，而且根儿长得比叶子还快。在我们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，突然告诉我们我长高芽了，不需要抹催芽剂，也不用温度很高，我想长我就长不仅能长高芽，我照样在下面出花芽。咱就说这个蝴蝶兰品种有没有个性吧。在下面茎上新出了2个花芽，我可以肯定它们肯定是花芽。在上面原来的老花梗上，出了2个高芽苗。这花芽和苗芽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同时发育的。还记得我们常说蝴蝶兰有2种生长类型，一类是生殖生长，也就是长花芽开花，还有一类是营养生长，长根长叶，也包括长苗。这2个生长呢是相互抑制的，但它就不抑制，你能拿它怎么着？而且我们也常说25、6度以上的黄金温度才比较容易出高芽，也就是长苗。25、6度以下的温度比较容易出花芽。我现在是春季，这个温度可是更适合出花芽，结果它非出俩苗芽。前不久我发的那个视频就是看看我架子上那些花，当时这棵也在架子上，因为没有花，我记着我还说了一句，这个应该快续花了。那会儿我就是没顾上仔细看它，估计那会儿这俩高芽已经在发育了。我也想起来了，这棵一向就是这么古怪，它之前已经这么古怪的长过一个高芽了，这个小杯子里面的就是。简单回顾了一下之前的视频，发现这棵出镜率还挺高的，那就说明它的故事肯定比较多。这个花看着像是原生种，但它不是，是次代原生种，是2个原生种的杂交种。它很爱续花，很爱出花芽，也很爱自己长高芽，完全不用抹催芽剂，自己主动就长。蝴蝶兰长高芽是我们在家育苗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法之一。高芽就是长在蝴蝶兰花梗上的苗，是由蝴蝶兰花梗上的休眠芽发育成的。我们在家里养的蝴蝶兰，多数品种那些休眠芽如果不刺激它一下，它就在那儿休眠，不会长成苗。刺激休眠芽发育的方法，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就是抹催芽剂。其他的像是抹芦荟啊、大蒜啊等等，那些都没有什么效果。休眠芽被唤醒之后，不一定发育成高芽，有可能是高芽苗，也有可能是侧花枝。长成高芽苗的规律是环境温度主要在25、6度以上，发育成高芽的概率更高一些。当然，今天看到的这棵完全是个例外。高芽苗的发育呢，通常是先长叶子，长3片小叶子之后，才有可能出根儿。那今天这个也是例外。高芽苗什么时候可以剪下来移栽呢？是要等到它长根儿以后，
并且那个根儿除了水晶头以外，还有一节木栓化的根儿。木栓化的根儿的长度至少要比水晶头长，差不多就可以移栽了。当然还要考虑到环境温度比较合适，就可以剪下来移栽了。关于这个移栽条件，这棵也必须是例外。虽然它的根儿大致上符合要求了，可是它的叶子太小了，还要再等等。如果高芽苗一直不剪下来，留在母株会怎么样呢？那它就会开花。比如这棵，这枝花就是高芽苗上开的花。这棵我倒不是故意不剪下来，是因为当时它出根以后的环境温度不太合适，我就说再等等吧。这一等它就出花芽了，只好再等等，等到这个花开完的时候吧。像这个高芽苗已经长到这么大这么成熟，剪下来移栽的成活率是非常高的。所以如果有个高芽苗，也不用特别着急把它剪下来单独栽种，让它多长长，尤其是选在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剪下来，成活率高很多。利用花梗上的休眠芽育苗，之前呢也还有尝试过把花梗剪下来放到育苗瓶里，那样也可以，但那个成功率以及苗的生长速度远不如高芽。所以利用老花梗上的休眠芽育苗，更推荐留在母株长高芽。这是一种成功率还算比较高的方法。在家养环境下育苗，另外一种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法是砍头繁殖，就是把蝴蝶兰的茎是指长叶子的那个部位斩断，斩成上下两节儿，下面那一节因为没有上头的头了嘛，所以它会长侧芽，上面那一节呢还可以继续存活。我已经砍过好几棵，每棵都成功。砍头繁殖是不是一定长侧芽呢？如果没有老的花梗，那它只能长侧芽；如果有老花梗，它也可能长高芽，就是老花梗上的休眠芽开始发育。现在看到这个高芽开花的这棵，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被砍头繁殖了。它的母株的叶芯坏掉了，我不知道是被虫咬了还是说积水了。总之叶芯的生长点被破坏了，不能再从叶芯里长叶子，这和砍头繁殖的道理是一样的。碰巧它有个老花梗，它就没有出侧芽，而是发育了那个休眠芽。等到它的花开的差不多了，我准备把高芽剪下来，剩下的没有叶芯的那部分，我猜它有可能还会出侧芽。当然它的老花梗靠近茎的那个位置貌似还有个休眠芽，也有可能再长高芽，这都有可能。不是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？这棵的叶芯坏掉了，一点没耽误它长，而且还可能得到更多。所以简单总结一下，在普通家养环境下，蝴蝶兰育苗成功率最高的两个方法，一个是花梗上长高芽苗，另外一个是砍头繁殖催生侧芽。好了，因那两个奇怪的高芽讲了这一期，那咱们下期再见喽。